魏国，只要你把钢铁厂招工名额给我，咱们明天就去领证。你不值这个价。你什么意思？昨天晚上在纺织厂后门，你跟王建成说什么来着？建成哥，等我拿到了钢铁厂的名额，咱俩的事儿就好办了。你赶走我！这不打自招了？老秦家的脸都被丢尽了。林卫国，你明玉，我跟你没完！你就是个没工作的街溜子！我秦小月跟了你，那是你烧高香，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别演了，老板，晚打了，赔你的。你走了就别后悔！想要名额，你找王建成去。上一世我把招工名额给了他，他却转头嫁给了科长儿子。这次想要我招工名额，做梦！婉晴，林卫国，你怎么来了？这个给你。不行，卫国，这可是招工名单，能抵一套房呢。你给我干什么？为什么？你妈病那么重，你下了乡，她怎么办？可是，我姐在街道办听说了，就这几天，你们这批知青下乡的通知就要下来，到时候你想不去都不行。那你怎么办？没了工作，我想去，这名额放我这儿也是浪费。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当这名额是我下的聘礼，你给我当媳妇儿。趁热吃。你还敢回来？爸，有话好好说。秦小月的事我听说了，我问你，钢铁厂的名额你给谁了？给苏婉晴了。谁？苏婉晴？就隔壁那女儿？你疯了！她不能下乡，他妈离不开她。他妈离不开她，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娶媳妇儿？怎么养家啊？爸，您当年在不也是把口粮分给快饿死的战友吗？你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能见死不救吗？小弟，你跟姐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婉晴？是。那你现在没工作，怎么娶婉晴？拿什么养家？姐，你放心，我有办法。到比格牌自行车，又快又稳。哎呀，神了，真的响了！卫国，你可真是太厉害了！这收音机都哑了半年了。卫国这孩子真厉害，好孩子，这是给你的辛苦钱，可千万得收下。李大妈，使不得，街里街坊的，帮个小忙。那不行，哪能让你白忙活？这样吧，李大妈，您要是实在过意不去，给几张粮票或者俩鸡蛋就行，给我姐补补身子。给你凑了5斤全国粮票，还有4个鸡蛋，拿着，不然我可跟你急。你哪来的这些？给对门李大妈修好了收音机，街坊给的。那你家里，你爸爸……我心里有数，你拿着，照顾好苏阿姨，这比什么都强。婉晴，我跟你说的聘礼不是玩笑话，我要明媒正娶把你娶进门。修收音机的钱不够买3转1响，我不会让你跟我过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日子。我有法子，不犯法，有分寸，你信我。修收音机来钱太慢，启动资金还不够，得找个来钱快的路子。一条喇叭裤卖30块，成本就是几尺的确发布料和手工费。关键是本钱和布票。胖子，
给你打听个事儿。说。纺织厂那个王建成最近在捣弄什么？哦，你说他呀，那小子最近迷上摄影了，正托人到处找海鸥相机呢。海鸥相机，有了！是你呀，魏国，又来看我这些破烂儿。钱老，您这宝贝不是坏了。哦，那它怎么不响了？发条齿轮被几十年的油泥糊住了，转不动了。响了，真的响了！好小子，说吧，想要什么？照约定，我这屋里的东西你随便挑一样。钱老，我就借您那台海鸥相机，用3天。拿去吧。海鸥的哪个型号的 ？DF 还是4系？镜头是天色结构还是双高面？这东西得懂行的人才配摸。笑话！海鸥4A 120双反75毫米 f3.5 多模镜头带闭门，怎么样？够懂行吗？看来是找对人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拿个相机来跟我显摆。做个交易，这台相机换你的确蓝布料。这可是海鸥4A，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大卷，一卷100尺，一卷蓝色，一卷灰色。成交。3天后，老地方。货到，相机才是你的。魏国，这都几点了？王建成不会耍我们吧？谁在那儿？站住！谁在那儿？站住！差点没抓住，东西在这儿，相机给我。2清了。这裤腿也太宽了，奇装异服，没人会穿的。齐师傅，这是定金的，卖出去了，利润咱俩3-7分，您3我7。这，您是咱们这十里八乡手艺最好的裁缝，除了您，没人做得出这裤子，就当帮小贝我一个忙。行，我干了。胖哥，裤子做好了吗？快给我看看。我要一条蓝色的，8块钱是吧？给我来一条。别急，别急，都有。王建成，你都被开除了，还想让我跟你好？做梦！小月，我都是为了给你买礼物吗？你怎么能这么说？那是你的事，谁让你手脚不干净被抓了？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该一个嫌贫爱富，一个手脚不干净，凑一对儿正好。这报应痛快！走了，他们的热闹看着就好，咱的生意要紧。魏国，照这个卖法，咱们开店的资金马上就够了。还不够，得再来一批。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新潮的衣裳，喇叭裤、连衣裙、泡泡袖衬衫全都有，开业大酬宾，全场8折。嘿，还不快去招呼老板娘？特意给你留的，去试试。李外婆，你这个卑鄙小人！你跟王建成合起伙来算计我，你搞垮了他，就是想报复我！你毁了我的前程，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说法，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证据呢？王建成都招了，就是你拿相机引诱他的。小姑娘，人家王建成手脚不干净被开除，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自己的名声什么样，大伙心里都有数。林卫国，你给我等着！
魏国，他以后会不会还来？婉清，我喜欢你很久了，做我女朋友吧。我愿意。好，双喜临门，今天全场7折。谁是这里的老板？我是。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涉嫌使用劣质布料冒充的确蓝，欺诈消费者，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店用劣质布料搞投机倒把，欺诈消费者。胡说八道！我们的布料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魏国，同志，我们是合法经营，既然有人举报，我们愿意配合调查。哦，你倒是镇定。这是我们所有的进货凭证，上面有布料厂的公章。这些是我们的布料样品，跟卖出去的衣服是同一批，你们可以拿去检验。督察同志，我能作证，我身上这件就是他们店的，穿上舒服又好看，质量好得很。就是有人眼红恶意举报，我看就是那个叫秦小月的，刚才疯疯癫癫跑出去，肯定不甘心。空口无凭，样品和凭证我们先带走，3天内会给你们答复。这都第3天了，怎么还没消息？魏国，你说这事到底？调查结果出来了，你们的布料质量完全合格，进货渠道也正规，举报务实。我就说嘛，是谁在背后搞鬼？举报人是王建成，因为是恶意诬告，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王建成这个，我现在就找他算账。算了，他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了。我们的精力得用在正事上。魏国，我刚从厂里工会过来，有个大消息。什么消息？我们钢铁厂要给全体员工定制一批新工服，大概500套。500套？但是李主任说半个月内交货。借，必须借！魏国，你疯了！咱们镇上靠谱的裁缝，满打满算就那么几个。李主任要求半个月内交货，500套根本不可能完成。我听说李主任在这儿订了500套工服。我在国营服装厂干了10几年，有几个手艺过硬的老伙计，我出个面把他们请过来帮忙。秦师傅，你可真是雪中送炭，这单咱接定了。就算有人，魏国呀，500套半个月，确实太紧了。这线头也太多了。布料来了，放这里。林芳，线种给你。大歇会儿，我煮了饺子，还熬了姜汤。哦，好吃，还是婉清心疼咱们。老杨，你过来。石师傅，怎么了？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东西？这工服是给钢铁厂的工人穿的，是在车间里干活的，质量不过关，袖子被机器卷进去怎么办？出了事你负责吗？拆了，给我重新缝。对不起，齐师傅，我这2天太累了，手有点抖。齐师傅，大家确实都很疲惫了，要不今天下午就休息半天吧？不行，工期不等人，再歇就来不及了。我知道大家累，但是活是咱们接的，砸了招牌，以后谁还信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一件成品都必须先经过我的检查，不合格的一律返工，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跟李主任通过电话了，交货时间定在明天下午3点，地点就在钢铁厂的大仓库。各位，就差最后一步了。魏国，你们可真准时啊！李主任，幸不辱命，500套工服，一套不少，全在这里了。好，开箱验货。不错，真不错，面料扎实，做工精细，比我预想的还要好。婉清那丫头没给我推荐错人，去把货款结了。林老板，
您点点。我们干成了！听说了吗？林家那小子现在是真出息了，钢铁厂的生意都让他做成了。可不是嘛，半个月500套啊，这本事一般人可没有。请问哪位是林老板？我就是，我们是镇五金厂的，我们厂也想定制200套，不知道林老板接不接？林老板，我们农机厂也要，我们要300套，我们都接。这订单加起来都快上千套了，生意是好，可光靠咱们后院那几个人，累死也做不完呀。是啊，魏国，咱们这小作坊，我琢磨着搞个流水线，把裁布、锁边、订扣的这些活分开，让大伙各司其职，这样效率不就上去了吗？撑死也就应付钢铁厂那一单，再多根本忙不过来。那就扩大规模，办加工厂。办厂？魏国，你的意思是咱要当工厂老板了？魏国，营业执照办下来了。魏国，好好干，镇上的企业都需要你们这样的实干家。各位乡亲，各位工友，我林卫国在这里保证，我们会坚守诚信，保证质量。王建成之前因为我开店的事儿恶意举报过我，后来被你们批评教育，一直怀恨在心。我们会立刻发出协查通报，全国追捕王建成。但是林老板，眼下最要紧的是你们的厂子烧了，已经接下的订单怎么办？钢铁厂工服、百货公司的衬衫，还有隔壁县食品厂的，我们收了人家定金，这下肯定要退货赔钱了。银行的贷款下个月就要开始还第1期了。订单不退，我们想办法。厂子没了，但人还在。小周，厂子的情况你也知道了，我想申请宽限一下还款期限。林大哥，不是我不帮你，银行有规定，逾期不还直接影响征信。以后你想再贷款就难了。我建议你还是尽快筹钱，先把下个月的第1期还上。王老板，我们还有2个订单，布料损耗不大，只要您再先我们1批，我们马上就能开工了。小林啊，不是我不信你们，上次那批布料的款还没结清呢，现在你们厂子又出了这事儿，我这小本生意实在不敢再赊了。王老板，给我1个月，我连本带利1分不少的还给你。行，看在你爸林建业当年帮过我的份上，我再信你一次，但这批是最后一次了。魏国，厂里的规定你也知道，预付货款需要层层审批。上次为了你们那批工服，我已经担着风险了，但你小子有种，厂子烧成这样，你没跑路，没哭天抢地，还想着怎么把答应别人的订单给交了。我再帮你一次，我以我们钢铁厂工会的名义为你担保一笔临时贷款。别愣着了，我看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厂子。人在就什么都不怕。李主任答应帮忙了。我的天，李主任真是活菩萨，我们有救了！魏国，你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今晚你睡，我替你守着。厂子烧了，我还在，从头来过，我陪你，我陪你。文清，就这儿，拼出来。
电机烧了的放这边，针杆弯了的放那边，外壳变形的我来敲。好嘞，明白。齐师傅，这都几点了，您还不歇着？明天就要开工，这几台今晚必须修好。魏国那边压力大，咱不能拖后腿。林老板没跑，我们还怕啥？魏国，有个事儿，王建成还没抓着，他跑不了。秦小月，你因为连续无故旷工，加上纠察队前来调查你与王建成纵火案的关系，严重影响了我们厂的声誉。经常委会研究决定，从今天起将你正式开除。你的东西，保卫科会帮你收拾好。秦同志，请吧。小月啊，咱认了吧。跟妈回乡下你姥姥家，咱们从头开始行不行？从头开始，凭什么？让我躲，我偏不走。他怎么样了？厂子又开起来了。魏国，魏国，王建成回来了！有人昨晚在镇子边上看见他了。这个亡命徒，他上次敢放火，这次回来，指不定还要干什么更疯的事儿。魏国，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胖子，你去找几个嘴巴大的街坊放出风声去。啊？放什么风声？就说我们刚到了一批贵重布料，为了赶工期，就存放在临时车间最里面的角落。魏国，你这是拿自己当诱饵啊，太危险了！不把他这条毒蛇调出来，咱们一辈子都得提心吊胆。你按我说的做，我去一趟纠察队，把计划告诉他们，让他们配合。王建成，我们等你很久了。抓住你了，你个狗日的！林卫国，你凭什么？你一个待业青年，凭什么什么都有？我才是干不误子弟，我发誓！就凭我有的东西，都是靠我这双手自己挣来的，而你，什么都靠你爸。他没权了，你就什么都不是。王建成，别抱侥幸心理了。你自己一个人能搞个煤油，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进布料？你上次恶意举报只是批评教育，这次是纵火，是刑事犯罪，你自己扛，就是死路一条。煤油是有人指使，你戴罪立功，还有一线生机，给你送吃的，给你钱让你躲着的又是谁？我们查到一直有人在帮你，是秦小月，都是他。他说林卫国不让我们好过，我们就让他也别想好过。同志，
你们这是……我就知道他会找的。小月，我的女儿啊！小月，我的小月啊！秦小月涉嫌指使他人纵火，涉嫌蓄意损毁他人财物，已被正式批捕。王建成因纵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将从重处理。魏国，钢铁厂这边仓库按最低价长期租给你，银行那边我也打了招呼，看你信誉好，愿意追加一笔低息贷款。李主任，谢谢你，大家都过来看看。这个布局比我们之前那个敞篷作坊强多了，这才像个正经厂的样子。这家就是建起来比原来大1倍啊！对，我们不仅要建，还要建得比以前更好。各位，火烧得掉我们的厂房，但烧不掉我们的信誉。从我们工厂出去的每一件衣服，都必须对得起这块牌匾。手稳一点，线要走直，从我们手里出去的活不能砸了厂子的招牌。是杨组长。你好，我找一下林卫国厂长，我是林氏机械厂采购科的。哎呀，贵客，我们厂长在里面，我带您去。好，做工扎实，比我们之前在省城定做的还好。林厂长，我们全厂2000人的工服都交给你们了。婉晴，以后我们的厂会比这大10倍。婉晴，这辈子跟我吧，我保证不让你受委屈。好。哎，王大哥，里边请，3号桌。李主任，您来了，上座，上座。老杨，你坐这儿。你坐，你坐，你坐，你坐。我代表咱们厂祝你们。真漂亮啊！我这辈子做过军装，做过工装，就属这件最费神，也最讲究。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秦大妈，小月在里头托我带话，她说她错了，这是她以前攒着给自己当嫁妆的一对枕套，是新的，没沾过晦气。秦大妈，进去喝杯喜酒吧。不了不了。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我也是。以后年年都是。别闹，别要糊了，快去洗漱，准备吃饭了。
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怎么了？今天这个又没成？别提了，我妈托人介绍的，第一个嫌我嗓门大，第二个嫌我领口总敞着，我不体面。今天这个倒是不嫌我这些，可他让我离开厂子，跟他哥一起倒卖什么电子表，我当场就拒了。你猜怎么着？他直接把一杯茶泼我脸上了。魏国，你说我到底哪点差了？我现在好歹也是个副厂长吧？缘分没到，急什么？你下次相亲，先把中山装最上面那颗风结扣系上，兴许就能成了。胖子又去相亲啦？嫂子，你就别笑话我了，我这辈子估计就跟厂子过了。别灰心啊，我今天倒是听到个事儿。我听我们车间的工友说，他有个妹妹在镇上的小学当老师，人长得挺文静的，也还没对象。我工友听说了你的事儿，觉得你人实在肯干，就想问问他妹妹愿不愿意见你一面。岂有此理！简直是欺负到家了！怎么了？火气这么大？东风棉纺厂和红星机械厂下个月的订单全砍了一半。我打听清楚了，镇站新开了家永兴服装厂，老板姓周，省城来的，他们的报价比我们低2成。那2个厂子都把另一半订单给他们了。2成？他用的是什么布？这不是明摆着抢咱们饭碗吗？魏国，你倒是说句话呀！降价，要不咱们也降价？不，你先别急着发火，想办法去给我弄几件永兴厂做的成衣过来，记住要快。不行，齐师傅怎么说？这是次档棉布，杂质多，不耐磨。再看这针脚，我们的工服1寸布料13针，他这个最多9针。还有这领口衬里用的是最便宜的化纤，洗2次水就得变形。这衣服看着是便宜，可穿不了3个月就得散架。我明白了，他是拿次品充好货，所以咱们不降价，跟他打质量战，不打价格战。小林啊，不是我不照顾你，你们厂的质量我是信得过的，但这个永兴厂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啊。赵科长，我今天不谈价格，我带了2件衣服，您给瞧瞧。您是行家，您自己看。这还用选？这件才是正经能穿的工服，那件就是个样子货，糊弄鬼呢。小林，下半年的采购合同我今天就跟你签了，跟这种投机倒把的厂子合作，那是砸我们的招牌。哈哈，痛快！看那个姓周的还怎么嚣张。魏国，你这招高啊！胖子，别高兴得太早。怎么了？合同都签了。周老板丢了这一单，不会善罢甘休。他有资金，有设备，不是小打小闹，他是冲着把我们整个吞掉来的。嫂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没事，就是有点恶心。你这个月是不是还没来？走，我带你去卫生院。哥，干嘛呀？咋咋呼呼的。你自己看，你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呀！哎呀，快放我下来！医生说了，头3个月不能激动。这个姓周的太不要脸了，明着抢订单不成，开始挖墙脚了。厂长，缝纫组的王姐和李小梅今天来辞工了。什么？他们下个月就去永兴那边报道。听说永兴给他们开的工资比咱们这儿高3成。王八蛋，这是釜底抽薪啊！魏国，咱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能被轻易挖走的，说明心本来就不在这儿，迟早会走。留下来的人
才是真正跟咱一条心，要一起干事业的。老杨，去贴个通知，从下个月所有工人涨工资，不是跟永兴比谁高，是按劳分配，论贡献涨。趁热吃吧。林老板，真巧啊！既然都到了，那就开始吧。我们矿的情况你们都了解，2000多名工人，工服是消耗品，质量和价格都要考虑。规矩很简单，你们2家都报个价，价低者得。我们永兴厂支持国家建设，不图赚钱，每套工服我们只收成本价21块。林老板，你呢？我们卫国厂每套30块。30？林老板，你是来卖金子做的衣服吗？比我高了快3成，这还有什么好比的？按规确实是周老板的价格。科长，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准，尤其是矿山工人的工服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的质量证明，口说无凭，我们可以现场试一下。这是加了防火涂层？不是涂层，是布料本身的纺织工艺。我们专门为高温高危环境的工人改良过，一套衣服贵出来的9块钱，全在这儿了。林老板，好手段。不过你想清楚，跟我打价格战，你耗不起。我的生意是靠质量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不是靠价格压出来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去，给我查查他家的底细，从布料来源到他老婆，全都给我查清楚。好的，周总。我倒要看他骨头到底有多硬。同志，你们这是？我们是工少佐联合税务所的联合调查组，接到匿名举报，卫国服装加工厂涉嫌偷税漏税，使用劣质棉花以次充好。现在，请所有人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仓库就地封存，所有本单据全部带回所里配合调查。胡说八道！谁举报的？这是诬告！胖子，同志，我们配合调查。组长，项目没问题，每一笔都对得上，纳税记录完整，没有偷税漏税的迹象。报信上说你用劣质棉花冒充正品的确材，这批布料你怎么解释？报信上说你用劣质棉花冒充正品的确材，这批布料你怎么解释？这是我们从城南纺织厂进的正品，所有单据都在这儿。同志，我听说了这事儿，我来作证。林厂长从我这儿进的布，全都是同一批次的正品的确材。林厂长，这次事情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出正式的公告，为你证明。谢谢组长。说句私心话，举报信上的笔记和之前几起针对咱们本地民营企业家的举报信有相似之处，我们会继续追查下去。我明白了。卫国，怎么样？没事了。肯定是他干的，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别慌。他出完这几招，就该轮到我们了。你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工商所的事我听说了，是那个姓周的在背后搞鬼吧？主任，您料事如神。我今天来不是来诉苦的。哦，没上即刻现场，他们的布料次做工糙，第一批交出去的货，现在肯定开始出问题了。您在咱们市的工业圈里威望高，您一句话比我说10句都管用。我想请您帮忙提醒一下各家采购，验收工服的时候，一定要把质量标准卡严了，不能被低价蒙了眼。你小子是想让我帮你把姓周的后路给断了？我是想让大家明白，做生意质量才是命根子。好，质量是工人的命，这话我爱听，这个忙我帮了。
老王啊，最近厂里进工服了吗？我提醒你一句，可得看仔细了。有些布料不耐磨，工人穿着下井那是拿命而玩笑。都打听清楚了。张科长，我们最近研究出一种布料耐火测试的简单方法，我给您演示一下。什么？不给退？质量不达标，我们1分钱尾款都不会付，法庭上见！都欠半个月工资了，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发。听说好几个大单都被退回来了，资金链断了。魏国，魏国，永兴厂门口贴了歇业整顿的条子，姓周的完蛋了。是吗？现在他可以安安静静的，专心想想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二丫，你过来。这里针距偏了半毫米，拆了重走。知道了，师傅。林厂长，我们回来了就好。永兴那边工资是给的高，可干了2个月，1分钱都没拿到。周老板把厂子一关，人就跑了。我们之间鬼迷心窍，对不起您。您要是嫌弃我们，我们这就走。原来的工位还空着，换工服归队吧。愣着干啥？明天开始赶钢铁厂那批加急订单，慢了可是要扣奖金的。我代表厂里宣布，今年年度魏国服装加工厂不仅恢复到了火灾前的水平，总利润比去年翻了将近2成。来，喝一个。我说2句。红星钢铁厂工会正式将魏国服装加工厂列为年度优秀合作的称号，还有我们已经向市里推荐授予你们诚信经营示范企业的称号。李主任，谢谢您，这份情魏国记在心里。慢点喝。刘哥，别紧张，我来吧。那个秀兰老师，你吃花生米，这个花生米脆好吃。刘哥，你平时在厂里管那么多人，都挺威风的，怎么坐这儿就慌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今天这扣子勒得慌。这小子的缘分终于到了。张老师人不错，胖子虽然笨手笨脚，但心眼实在。秀兰老师，天黑了，我送你回家吧。好，刘哥，谢谢你送我回来。不客气，应该的。你人挺好的，下一回不紧张就更好了。魏国，魏国，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说我还挺好的，你听见了没？他说我挺好的，魏国，他说了。听见了，现在回去睡觉，明天好好上班。行，明天我第一个到车间。这傻小子总算是开窍了。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让你在屋里歇着，你怎么又出来了？医生说了，多走动才好生。哎呀，又织错了。等你织完，你侄女都该上小学了。同志，给孩子买衣服。怎么就这么几个款式？可不是嘛，
现在年轻爸妈眼光高了，想给孩子穿好的，可市面上哪有的选？前些天还有人来问有没有杂志上那种碎花裙呢，我说没有，扭头就走了。现在的人舍得给孩子花钱了，和以前不一样了。魏国，大半夜把我们叫来，出啥事儿了？你们看看这个，你这是童装？对，我今天在省城百货大楼看了一圈，童装样品全是老款。售货员说，年轻父母拿着杂志去找好看的衣服，买不到。工服的盘子我们已经稳了，但要想再上台阶，必须开拓新品类。魏国，你是说咱明年主打童装？品牌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欣欣。那不是你闺女的名字吗？对，正是要当爹了，我才更得把这个厂推上去，给他们的不能只是够吃够穿。童装比工服讲究，针脚要更细，面料要更软，印花要洗不掉色，这活不好干。但干好了，这就是你魏国厂子飞起来的一对翅膀。婉晴下个月就要生了，你这两头跑撑得住吗？撑得住。明天去趟省纺织研究所，看看有没有适合童装的新面料。胖子，车间南边那块空地，你带人张量一下。放心，明天一准量好。回去我再琢磨琢磨这些款式，这件碎花裙的领口还能改得更精神些。林卫国，这是要把我这老骨头的看家本事翻出一朵花来。我们几个老家伙也帮不上忙，站这儿给孩子壮壮胆。魏国媳妇是个有福气的，会没事的。林卫国同志，恭喜母女平安，6斤8两，进去看看吧。魏国，听见没？是个闺女。看你那傻样，抱抱你闺女。闺女，爹来了。我当叔叔了，我刘胖子有小侄女了。来晚了，来晚了，给小闺女的长命百岁。我手笨瞎织的，给孩子带着暖和。这辈子头一回做娃娃的衣裳，也不知道合不合身。齐师傅，这比金子都贵重。婉晴，我想好了。想好什么了？我们的新童装线品牌名字就叫欣欣，和咱闺女一个名儿，就叫欣欣。日新月异的欣，欣欣向荣的欣。魏国，照这个速度，夏天就能把新机器搬进去了。齐师傅，这是现在外面最流行的款式，您看看。都看清楚了，童装比工服讲究，针脚要更细，面料要更软，印花要洗不掉色。以前给大人做衣裳，马虎一点，人能将就。现在给娃娃做，一根线头都不能马虎，得比给大人做的更好。又是你啊，林老板，这次又带了什么好东西？你们的报价40。行，4个款式，先各进100件试销，卖得好，我们再谈后续。好。魏国，我们做到。魏国，你还记不记得，咱当年在大街上偷偷摸摸卖喇叭裤的时候，哪想过有这天？胖子，这才刚开个头。齐师傅，下一步不光要卖到省城，咱要把欣欣这个牌子做到全国去。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跟你再干几年。
同志，上次那种带木头扣子的格子背带裤还有吗？我跑了好几趟了。真对不住，上个礼拜就卖完了，碎花裙子也断货了。经理，新兴童装那100件，不到2周全卖光了，30多个人等着要补货呢。喂，给我接长途，找魏国服装加工厂的林卫国。喂，我是林卫国。什么？追加订单？多少？卫国咋样？省城百货追加订单，4个款式，8种尺码，首批订货量1000件。我的乖乖，1000件，32个款号。从现在起，童装线的每一道工序都得重新定标准，给娃娃做的衣裳不能比大人差1分1毫。这扣子边角要磨得绝对光滑，不能有一点毛刺，不然会刮到娃娃的嫩皮。喜欢吗？第一颗扣子先给咱家欣欣。同志，请问林卫国厂长在吗？你找我们厂长啥事儿？我叫孙大海，是临镇木材加工厂的厂长，我来找林厂长谈个合作。我就是林卫国，孙厂长，请到办公室谈。林厂长，你们的童装我在省城百货给我外甥买过一件，衣服是挺好的，就是这个包装差了点意思。我这个木材厂能做这种薄木片礼盒，盒盖上还能给你们烫金印厂名。你看，你想想，省城百货卖的东西，用这盒子一装，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价格也能再往上调一档，量大的话，成本我给你压到最低。好，孙厂长，先定制500个，盒盖上就印欣欣的商标。小弟，一件衣裳加个盒子的成本可就高出一大圈，这能卖得出去吗？姐，你要记住，现在买童装的人不止买衣裳，也买体面。这个盒子能让我们的欣欣看起来更值钱。哎呦，换包装了，这盒子可真好看。是啊，比纸盒子强多了，就冲这盒子也得来一件。经理，太邪门了，好多人专门为了这个木头盒子来买衣服，比上一批卖的还快。同志，你等一下，下个月我们百货要在省里开头办一个全省名优产品展销会，欣欣童装被选上了。回去告诉你们林老板，准备好，准备好，这可是个大场面。大姐，您摸摸这个料子，纯棉的，保证不伤孩子皮肤。就这料子看着一般，这款式也太老土了吧？你这人怎么说话呢？这位同志您好，请问您觉得哪里不好？我们很想听听您的意见。这种小飞边早就过时了，我上个月看到。那里现在都流行圆圆的娃娃领，他绝对是故意的，就是来砸我们厂子的。
你看他走了以后，咱展位钱立马就少了一半。魏国，你这是？胖子去找块木板写几个字。小朋友，你喜欢什么样的领子？像娃娃那样的圆形领子，好不好？还能改，太好了！我女儿就嫌领子扎，改成圆的，再加一圈蕾丝边，行不行？没问题，秦师傅。你看看人家这服务，买件衣服还能当场给你改样子，别家可没有这本事。魏国，还得是你！现在我们的订单量又翻倍了。你小子脑子转的就是快，别人砸场子，你倒好，借着梯子往上爬了一截。齐师傅，我昨天想了一晚上，那个女人说的没错，我们的款式确实会过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的对手从来不是哪个同行，也不是那个砸场子的人，是我们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你看，那不是秦小月吗？放火烧场那个还敢回来，脸皮真厚。站住！会缝扣子吗？我问你话呢。会。去那儿有针线盒，给我缝一颗。不行，绝对不行！他可是放火烧场啊！万一他记恨在心，再搞破坏怎么办？是啊，这风险太大了，工人们情绪也很大。他犯了法，自己坐牢自己担了，现在出来了，想靠2只手吃饭，这没错。手艺这东西，我带不进棺材里。他肯学，我就肯教。要是咱们今天把他往外一推，他走投无路，再走上邪路，那才是真造孽。齐师傅，人您收。魏国，出了任何问题，我担着。你的活儿先定1万颗扣子，什么时候合格率到9成9，什么时候再碰机器。是师傅。所有废品自己拆了重做，不算工分。